哇，寶物沉歸底，一條用過嘅毛巾，仲要濕嘅。嗱，連污糟毛巾都出埋嚟啊！咁今日咧，我哋去到泰豐驗收一個兩房單位，咁15樣工種入邊有4樣唔合格，2樣零雞蛋。咁作為黃新興第一個喺香港嘅住宅項目，首批尺價係東九龍7年以嚟最平，咁但係交樓質素咧就似乎強差人意啦。咁一齊上樓睇睇佢嘅失分位喺邊啦！嗱，大家睇完之後有咩睇法都歡迎留言講下，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另外咧，仲未訂閱嘅朋友就記得 subscribe 入 House 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啦。泰豐喺舊年3月開賣，首批尺價開出14,808蚊。咁對比近年推出嘅觀塘完善新盤，例如係浩日、波 Residence 等等，平咗大概2成4。事實上，若果唔計啟德呢一啲嘅新發展區，淨係計觀塘完善發展得比較成熟嘅市區地段，不嬲都冇咩新盤供應。呢一點亦都解釋咗點解驗收單位嘅業主劉生會揀泰豐。屋企人咧，其實都住開九龍區呢邊嘅，咁都想揾翻啲市區盤啦。其實九龍區嘅二手樓都睇唔少嘅，咁啊新樓就見呢區就少啲啦。咁加上其實新樓嗰個裝修其實都唔需要話再有大執修啊，咁所以最後都係揀住一手樓。其他啲九龍區嘅新盤咧，有冇話睇過邊啲？同埋點解睇完嗰啲最後都會揀呢一度嘅？本身有考慮跑道區嘅，咁但係見跑道區暫時嗰個交通配套啊，或者民生配套都未算話好成熟。咁相反地，泰豐呢邊附近會有好多屋苑啊，民生配套都好足夠啦，咁所以都揀翻呢度啦。泰豐最近嘅港鐵站係彩虹站，經坪石邨行過去大概7分鐘到，而對出嘅觀塘道亦都有唔少巴士路線來往唔同地區。至於買嘢方面，坪石邨有超市同埋一啲連鎖式嘅快餐廳，另外都有天橋駁過去牛池灣街市，有賣新鮮肉類、魚類、蔬果等等。樓盤嘅先天條件唔錯，但係後天方面，亦即係單位開則、裝修質素又點呢？咁就好考驗發展商嘅功力啦。以紡織業興家嘅黃新興，雖然喺內地有多年發展商場、商廈嘅經驗，但係喺香港起樓就係第一次。泰豐分2座發展，一共有807伙。標準單位涵蓋開放式到3房間隔，原定嘅關鍵日期係今年6月，不過5月開始就已經交緊樓。根據我哋嘅阿爸 House App， 樓盤累售超過570伙，佔總伙數超過7成。早咗交樓，再加上仲有挨近3成單位未賣，對樓盤有興趣嘅買家，就可以參考下交咗樓嘅單位質素。2座物業採 L 字形佈局，驗收單位喺第1座，並且可以細分做1A 同1B 座，以6到26樓嘅樓層計，分別有6個同8個單位，以防煙門分隔。我哋睇個單位喺1B 座，8個單位共用3部 lift， 實用面積494尺，採2房開則，樓價大概766萬，尺價大概15,500幾蚊。因為門口咧喺我左手邊咧，呢度有個凹位嘅，咁發展商咧都利用咗呢個空間咧去做咗一組儲物櫃啦。咁通常咧其實呢一組咧就會係鞋櫃嚟嘅，咁但係咧打開入邊咧見到個間隔咧，佢就比較少層板啦。咁我自己覺得咧，如果真係要喺度擺鞋嘅話咧，可能加多幾塊板會好啲啦。大門旁邊就係開放式廚房，打開晒啲櫃門都見到有唔少儲物空間。以一個開放式廚房嚟講咧，呢個工作台面都唔少啦。咁佢採用一個曲程嘅設計，另外咧就係見到嗰個牆身嘅背板咧都配咗一啲電掣啦，咁就方便咧可以接駁一啲電器去用，例如係電飯煲啊或者電熱水壺咁樣。廚房原先都配咗唔少基本家電，除咗洗衣乾衣機係西門子之外，大部分嘅電器都係 Miele 品牌，包括雪櫃、電磁爐、抽油煙機同埋蒸焗爐等等。不過康 Sir 想開水掣，試下個洗衣機有冇漏水嗰陣，就有啲阻滯啦。你會見到我咧咁嘅身形咧，就係開緊個水掣啦。其實要交翻俾業主之前咧，其實開翻晒呢啲洗衣機水掣啦。冇理由叫業主咧自己好似我哋咁樣捐入去個櫃底度開個水掣嘅。
個水掣究竟裝咗喺邊呢？原來差唔多去到角落位。雖然裝到最入可以增加櫥櫃嘅儲物量，但係萬一第時業主長期都唔喺屋企，又或者維修嗰陣要閂埋水掣就冇咁方便啦。不過只要開得到個水掣，呢一啲只係設計做得唔理想，唔會扣分，反而清潔做得唔好就會失好多分。咁我哋開埋個踢腳板先。呢個盤咧最出名就係多垃圾，咁我哋望一望睇下有冇垃圾先。哇！寶物沉歸底，一條用過嘅毛巾，仲要濕嘅。呢啲咁核突嘅冇理由擺入面噶嘛，噏臭咩？康 Sir 話佢都驗過唔少泰豐嘅單位，大部分都有垃圾，而呢個單位嘅整潔度就要捧蛋啦。廚房最常見嘅漏水問題呢一度未有發現，但係櫃入邊有個電掣冇裝好，就比較少見，導致到家電同埋機電工作呢一方面嘅手工唔合格。由於廚房係開放式，所以客廳就鋪咗木紋地磚，方便打理。連埋廚房咁計，成個廳有大概200尺。因為露台門咧，佢開喺中間啦，咁所以變咗咧，梳化啊、電視機櫃位咧，都係可以喺呢兩邊牆身咧靈活佈局嘅。咁不過咧，如果睇翻而家發展商預留嗰個天線嘅掣位咧，佢就喺呢邊啦。咁即係話咧，佢就預設咗咧個電視機櫃係擺呢一度。但係如果想像下啦，我背光睇電視嘅時候咧，咁呢一度最好咧就係裝翻啲遮光窗簾會好啲啦。大廳兩隻窗分別向東南同西南方。由高空見到一 B 座 G 新呢處單位喺轉角位，扭向學校嗰邊。而家圍咗棚架嘅聖若瑟英文中學前校舍將會重建成為簡約公屋，提供大概148伙，預計出年第一季入伙。企喺露台望出去，主要望山坡樹景同埋後面嘅彩德邨，側望先至會見到觀塘道，整體景觀都算開揚。向下望先至會見到學校。由於重建之後嘅簡約公屋提供嘅單位數量都唔多，估計都唔會起到太高，對單位嘅景觀影響都唔大。不過客廳嘅側窗就會對正觀塘道啦。去到睡房嘅方位又同客廳唔同，形成一間屋有3類景色。劉生就話景觀多元化都係佢揀呢一處單位嘅原因。咁望落去其實個景觀會係3邊都望唔到咯。咁變咗，加上附近同樓又唔係話好近啦，同埋都自成一處啦，覺得私隱度都可接受，咁所以就揀翻呢處咯。雖然呢個單位咧正望咧佢就唔係對住觀塘道啦，但係咧客廳呢邊嘅側窗咧就係對住一啲行車線㗎。咁我哋咧打開隻窗睇下會唔會好嘈先。好啦，我而家咧其實係未成功開到隻窗嘅，因為咧我伸到最出咧都聽唔到佢棘嗰下嘅聲音。咁而家咧睇嚟都要揾康 Sir 出嚟幫我幫手啦。康 Sir， 好，隻窗好似有啲難度啊，要開嘅時候。而家咧其實佢隻窗咧係未開到最盡㗎，咁我哋仲要再開盡少少咧，先有棘一下嘅。如果你話業主咧想閂窗嘅時候要點咧？推一推隻窗，再閂翻轉頭。我哋試一試啊。有時閂嘅時候咧，小心呢啲位置咧會夾到手啦。記緊要留意啦。至於實際嘈唔嘈呢？俾大家聽下啦。明顯都聽到唔少車聲㗎，所以呢隻窗都特別裝咗擋板，聽下隔音效果又點？的確可以減低到啲噪音，但係都唔夠完全閂埋隻窗咁靜。雖然閂埋隻窗嘅隔音效果仲好過塊板，但係呢一塊板係唔可以亂咁拆㗎，因為係法例要求嘅舒緩噪音措施。不過業主都仲未住，塊板已經充滿污跡。康 Sir， 我見呢個隔音嗰個玻璃咧，佢好似都有啲污糟喎，但係新樓其實咪唔應該咁樣嘅咧？我哋新樓嘅話，其實應該入面呢啲位置咧都應該抹翻乾淨俾業主啊。而家咧，你會見到其實佢入面咧仲有個膠片，膠片入面呢啲位置，你會見到有霞氣啦，同埋有時咧中間咧都會見到有啲污糟嘅嘢。
由於污漬喺兩塊板中間，要拆咗佢落嚟先至可以清理到，業主都好難處理。所以康 Sir 就喺呢一隻窗黐咗唔少咪帽紙，標示翻要執收嘅地方。轉過去隔離嘅露台睇下啦，採用3合1設計，有38尺。呢一度係其中一個最多瑕疵嘅地方，主要嘅失分位有3個。你會見到咧，其實呢個位置咧係一灘水漬喺度，就係因為佢個保溫喉包得唔夠好，咁啊令到啲水咧喺個保溫喉嗰度慢慢滴落嚟。康 Sir 就話包翻好條喉就得㗎啦，不過有關冷氣機散熱器嘅問題，唔止呢一度，上面都一樣有發現。咁啊好多時咧驗樓嘅時候，記緊要睇埋啲窿窿罅罅啦。咁我哋一打開呢個山口位啦，呢個冷氣刀掣咧，而家我哋輕輕掂一掂佢咧，其實你會見到佢已經係有鬆同埋甩嘅情況。咁啊呢個刀掣嘅作用咧，其實就係主要控制呢個分體機嘅開關啦。咁啊有時如果你係維修嘅時候要熄咗佢。如果佢係咁樣甩下，會唔會影響佢供電嗰啲㗎？其實嗱咁啊而家甩下咧，其實最驚咧係啲水有機會慢慢入到去個刀掣入面，咁啊令到個冷氣咧係會短路。咁所以呢啲位置咧要小心啲啦。除咗啲窿窿罅罅，有時有啲比較顯眼嘅地方，可能都會睇漏眼㗎。你會見到咧呢個外牆咧，其實有一橛嘅位置咧，佢係未完整嘅。咁啊，仲有頭頂呢個位置咧，你會見到啲伸縮銅嗰啲位置咧，佢係冇支到膠，有機會啲水咧係入到去瓷磚入面，咁啊有機會造成咧外牆滲水嘅。望下上面，又望下下面，原來成處都冇支膠。雖然外牆屬於公家地方，但萬一滲水都會影響到單位入邊。若果業主自己驗收嗰陣，記得要睇埋呢一啲地方啦。翻返入嚟室內再睇埋寢區啦。淨係計睡房嘅報告，其實都有唔同開則嘅選擇。一款呢就係蝴蝶式，2間房分佈喺客廳嘅兩邊。另一款呢就係好似驗收單位咁樣，由走廊貫穿晒所有房。由於2間房對角咁擺，所以走廊都唔算長。浴室擺咗喺細房對面，一齊入嚟睇睇啦。地下同埋牆身都鋪咗瓷磚，以灰色做主調，配上銅色花灑同水龍頭，設計高雅大方。儲物量方面，鏡櫃有唔少收納空間，而洗手盆側邊嘅台面亦都可以擺下朗口杯同埋牙刷。不過浴室就冇窗，主要靠浴室寶同埋抽氣設備嚟到通風。而康 Sir 就喺度發現部分瓷磚口同埋浴缸去水邊有窿，需要修補。另外座廁有污漬，廁板有花等等。轉過客房睇下啦，大概有60尺，大過一般新盤客房嘅45尺。通常一入房咧，咁對正房門咧就會有一隻大窗喺我而家企嘅呢個位置啦。咁但係因為咧呢一度對出咧就係客廳嘅露台位啊，咁所以咧而家個開式咧佢就會將呢個細房嘅窗咧就褪過咗去我而家嘅右手邊啦。咁啊做咗一個轉角設計，咁個景觀上咧我覺得咧就係比較理想一啲嘅，因為佢就望唔到觀塘道啦。咁但係咧就變相個採光度咧可能就冇咁好啦。正因為多咗轉角玻璃幕牆，靠近牆身嗰邊會有一個突出嚟嘅位置，擺家私嗰陣有機會用唔盡啲地方，要花多啲心思啦。客房主要向東北方，近望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遠望彩雲村。過埋嚟主人房呢邊會睇得更加清楚，一大片樹景映入眼簾。喺泰豐呢個樓盤嚟講，都算係比較優質嘅一類景觀。因為主人房咧有好大幅嘅玻璃幕牆啦，咁如果係想保留翻呢個採光度咧，咁睡床咧就可以打橫擺喺呢個位置啦，跟住咧剩低嘅位置就可以做一個轉角嘅衣櫃，去增加翻啲收納容量。唔計開山房門嘅位置，成間房有大概62尺，同客房差唔多大。見到2間房嘅面積都分佈得比較平均。至於裝修手工方面，2間房嘅部分牆身都有污漬同埋唔平滑，另外窗門有虛位。不過呢個情況，客廳嘅露台門都有，而且仲要比較明顯。而家呢個窗門咧，其實佢係鎖得唔夠貼啦，咁所以我哋一試漏風嘅時候咧，其實你會見到啲風咧係喺個腳位度係咁扯入嚟。如果之後發展商執收咧，其實佢應該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咧？輕輕校一校個鎖球，鎖翻貼少少，咁啊可以㗎啦。咁啊有好多時咧，因為發展商咧唔想俾啲客話會將個鎖咧其實冇調得咁實嘅，但係記緊要鎖緊咗之後咧，一定要重新再試一試啲鎖唔鎖到。有時咧調得過分地緊咧，咁啊有機會係鎖唔到嘅。
睇勻成間屋，係時候開估失分最多嘅地方啦。咁呢個單位咧，我哋驗完啦，咁最後嘅得分咧就係61分。咁啊，佢主要失分嘅位置啦，就係窗門啦、家電啦、清潔啦，同埋係瓷磚嗰度嘅。咁啊，瓷磚啦，首先佢係有空心嘅位置啦。咁啊，窗門嗰度你會見到係有窗門有漏風啊，有虛位嘅情況。咁啊，清潔就係啱啱我哋成條毛巾攞咗出嚟啦。咁啊，呢個比較核突啦。咁啊，同埋冷氣嗰個位置就係有漏水同埋有刀仔甩嘅情況。咁至於做得比較好嘅工種，就有露台地磚、石材同埋玻璃幕牆等等。咁有關片入面提過嘅主要裝修問題，發展商都有作出回應。咁例如櫥櫃底嘅垃圾已經清理，咁並且會於單位執收之後再進行清潔。而露台冷氣刀掣都裝返緊，冇再發現滴水。窗門亦都會再上緊啲，但呢一啲情況就唔會導致到窗門入水。咁至於隔音玻璃屏已經安排咗會盡快清潔。咁就算樓盤嘅交樓質素有待改善，咁但係始終位於市區，交樓冇耐就已經開始錄到租務成交啦。咁其中一間實用面積336尺嘅一房，租咗16,500蚊，尺租去到49蚊，拍得住九龍站部分屋苑嘅尺租水平。咁雖然租金水平唔錯，咁但係扣咗每實尺大概5個3嘅管理費之後，以單位嘅買入價大概561萬咁計，租金回報率大概有3.1厘，低過同類單位嘅大市水平。對於租客嚟講，可能都會關心有啲咩會所設施。咁會所將會喺6月初開始局部開放，拍攝當日業主都帶我哋行咗一轉。項目嘅會所分咗2個部分，一部分喺3樓，主要係室內外泳池同埋燒烤園區；另一部分就喺27同28樓，由出面望埋去，呢2層會所就好似樓盤嘅腰帶咁樣，2座之間仲可以互通。大部分設施都集中喺28樓，包括健身室、兒童遊樂室、派對房、休閒大堂、水療等等。另外，項目基座仲有一個超過5萬尺嘅商場，一共有3層，其中一半嘅樓面會租俾哈羅香港國際學校幼兒園。至於車位就擺咗喺地庫，一共有95個，以807伙咁計，挨近每9戶爭1個。泰豐咧就係王新興喺香港嘅第一個樓盤啦，咁所以咧我自己都好期待今日嘅驗樓嘅，咁因為咧都好好奇佢個交樓質素啊嘛，咁驗收落嚟之後咧就發現嗰個整潔度方面咧有唔少嘅問題啊，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啦，其實一啲清潔方面嘅嘢咧係可以避免嘅，而且咧避免咗嘅話咧，亦都會對於業主嗰個觀感咧係好啲啦。咁唔知道你又同唔同意我呢個講法咧？都可以留言話俾我哋知㗎，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最後啦，中意呢條片嘅話，記得俾我 like 支持下我哋啦。